肖战的演技究竟怎么样呢？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真的是一部粉丝电影吗？最近我看网上褒贬的很多，今天我就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试着讲一下。视频的最后我会回答这个硬核的问题。首先要问，徐克选肖战来演郭靖，他看重的是肖战的演技吗？他看重的是肖战的流量吗？有人说呢，当然是了。不过我要说，徐克看重的可能是另一样更重要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做品性。早在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做电影宣发的时候，徐克导演就讲过肖战在剧组里的一件事儿。他说，我看肖战有当哥哥的样子，也就是说，肖战在剧组里跟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相处的时候有兄长的风范，这就是演员的品性。品性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，是生活当中无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东西，也是演不出来的，是跟演技无关的。但是演员的品性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这就要说到商业大制作电影的风险问题。我问过我搞电影宣发的朋友，我说一部电影在上映之前你们最怕什么？他说，我们怕这部电影的主演出事儿，怕明星塌房。由此可见，演员的品性该是多么重要。那说回肖战，演郭靖这种一身正气的角色，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演员对他心底是干净的，这就叫角色与演员的心灵契合。如果没有心灵契合，光靠演技来找补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其次要问，肖战在《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》里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？我说可圈可点。为什么呢？这就要说到现在中国影视表演的风气问题，可能是受到港台表演风格的影响。现在许多年轻演员的表演是夸张的，叫放得太开，他们自以为那是表演，但其实那是用力过猛。所以我说郭靖这个角色难演，就在于你得收着演，稍稍一放，人物就失真了。但是你收的太多，又会让人觉得这版郭靖是故意傻。那不得不说，徐克和肖战在把握这个度的方面做的是很到位的。比如片中的一大泪点，肖战和蔡少芬的重场戏，也就是郭靖母亲自尽，郭靖抱着母亲，这场戏怎么演？有人说，肖战怎么只知道皱着眉头呢？他就不能哭两声吼两嗓子吗？我说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这就要看情节和人物的状态。因为第一，郭靖对于母亲的自尽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。第二，郭靖不能惊动帐外的蒙古大军，以免无法脱身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郭靖母亲的自尽让郭靖下定决心回中原，也就是说，郭靖失去了母亲，但是找回了母国。所以说，郭靖母亲自尽，郭靖表现得过于悲伤和过于愤恨都是不对的。因此，如果你想看肖战的演技怎么样，那你得先理解郭靖这个人物。这种衡量演技的标准放到其他年轻演员身上，我想也是适用的。这就是电影的逻辑。好了，我是马刚，我们下期见。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，这部片子看完了，收回之前我春节档的那个言论啊，还是得看，不然的话光做历史的判断有缺实践的真知。刚刚看完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首先点就是这部片子是根据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来的，对不对？看过金庸书的观众啊，或者是说金庸的电视剧、以前的电影、以前的，都会明白一个东西，金庸写的是武侠吗？他写的是江湖恩怨，对吧？恩怨情仇。而徐克呢，徐老怪，我以为他宝刀已老，没想到宝刀未老。这部片子啊，非常具有徐克特点，就是你一看这个片子，你不知道这导演是谁，你就知道，这是徐克的吧？徐克的电影有什么特点？视效、镜头的运动，你看他怎么拍的，那种动态感，完完全全是徐克的味道。细节，你看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，
特别是那种悬崖戈壁的那种细节，花花草草，他很注重这些细节。正因为有了这些细节，才导致的是什么？让这个画面生动了起来。你看那些士兵的列阵，那种动态的感觉，大场面的呈现，不是只有几个人哦，是给你那种哇大军压境，那种强大的气势扑面迎来。虽然我们知道是特效，但是它这种大场景的扑面而来的这种镜头，接它的近景中景，咚咚咚，瞬间就感觉他们是一起的，部队超多，非常的棒，而且没有特别大的问题，整个故事没有特别大的问题，除了它的节奏某方面的转折有点小小的问题没有做交代以外，其他方面它整个电影的核心框架还是金庸的。所以反过来讲，徐克很懂金庸，或者香港那帮拍金庸电影电视剧的人非常懂金庸。你看《侠之大者》讲的就是恩怨情仇，两个极为相矛盾的事情产生冲突了以后，如何解决，如何化解，对吧？里面的人物也非常有特点，吸毒，还有丐帮的那几个长老，鬼灵精怪，我特别喜欢，有味儿，有人情味儿，给我感觉就是这是活生生的江湖。所以这部片子啊，没看过的赶快可以补去看了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徐克。最后补充一点啊，射雕里面是有李晨的，如果你看结尾那个报幕表的话，是有李晨团队，但是呢，他饰演的郭啸天在影片里面他是没有出现过的，就李晨这个人在影片里面是没有出现过，只有一个碑。所以我这么一想，这个电影肯定删了一些情节，所以我感觉有些地方有点不连贯。2025年古装剧战场硝烟四起，杨洋、肖战、陈毅三位顶流携新作正面对垒，一部是南屏 IP 改编的修仙教科书，一部是权谋暗战的原创孤品，一部是武侠情怀的文艺复兴。三部大男主剧以截然不同的野心，试图撕开内娱仙侠疲劳症的裂口。凡人修仙传，杨洋的去油革命。阅文史上最赚钱南屏 IP 凡人修仙传动画版曾创了300亿的播放收入。杨洋挑战的扮猪吃虎的草根韩立，彻底颠覆了过往端王形象。导演宋小飞、雪中悍刀行联手刺杀小说家特效团队，以东方克苏鲁美学重塑修仙世界。杨洋能否扛住凡人之后再无修仙的 IP 压力？这场豪赌或能成为南屏改编剧的浮水岭。藏海传肖战的权谋，甄小龙《甄嬛传》操刀原创权谋剧本，肖战首处反派型男主，从雪山致富的阴质冷笑到朝堂对峙的爆发性，藏海灭族质子黑化成王的叙事线，被业内视为古装版基督山伯爵。原创剧本无 IP 护城河，谋权戏能否破圈？这场去滤镜化的改造是顶流转型的终极实景式。陈毅、傅山海，武侠世界的文艺复兴，一柄袖剑挑开江湖风雨。傅山海预告片里，陈毅风中独行的身影，迅速将观众拽回了那个金庸和古龙的年代。没有飞天遁地的特效，有的只是拳拳到肉的近身搏杀，摒弃狗血虐恋，专注讲述侠客在乱世中的道义抉择。陈毅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破碎感，与角色背负的血海深仇形成了致命吸引力。在仙侠剧审美疲劳的当下，这部返璞归真的武侠巨制，或许正是市场等待已久的内进目标。杨洋赌 IP 工业化，肖战压原创精品化，陈毅死磕类型文艺复兴，三部剧恰似古装赛道的三面镜。凡人修仙传需证明顶流能够驾驭反英雄，藏海传要打破流量依赖症，釜山海则试图激活沉睡的武侠基因。这场神仙打架的滔天盛宴，
你的 VIP 会为谁开通呢？